all the dreams aren't necessarily what's really important. All that glitters isn't gold. 说话者名叫斯泰西·特瓦罗，她是1990年的俄亥俄小姐和美国小姐，也是花花公子1991年1月刊的封面女郎。她在短短的1年多的时间里便到达事业巅峰，得到无数人的喜爱，又如流星般转瞬即逝，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时斯泰西的知名度很高，但如今在互联网上却很难找到关于她的消息。斯泰西到底经历了什么？今天所要讲述的事件便与她息息相关。在1990年代，花花公子公馆是时尚的舞台，初次来到这里的女孩都会被这里的一切所吸引。科琳娜·哈尼是花花公子1992年年度玩伴，她清晰地记得当年她来到公馆时所感受到的震撼，同时她也清晰地记得有一个女孩即使在美女如云的花花公子公馆依然闪耀夺目，她就是斯泰西·特瓦罗。斯泰西·特瓦罗1968年6月4日出生于伊利诺伊州杜佩奇县的内博维尔，它位于芝加哥的西郊，人口约为15万人，是该州人口第4多的城市。这里最为有名的是莫塞尔塔的千禧中情，是世界4大中情结构之一。斯泰西从小就是个乖巧懂事且漂亮的女孩，她内向安静，喜欢思考，在手工艺和音乐方面非常有天赋。高中毕业后的斯泰西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并育有一个孩子，但两人很快就离婚了。1988年的春天，斯泰西成为贝尔方丹的一家工艺品专卖店的经理。在专卖店的楼上有一家日光浴沙龙，店主名叫吉姆·亚瑟，当时34岁，是个单身父亲。吉姆经常帮助斯泰西，渐渐的两人擦出了火花，不久后更是变得形影不离。两人在一起看起来真的很幸福。1988年6月4日，斯泰西和吉姆结婚了。1989年，他们还收养了一个女儿，名叫丹尼尔。在丹尼尔的记忆中，新妈妈真的非常漂亮，她穿什么衣服都好看，而且很上进。吉姆经常给斯泰西拍照，但丹尼尔不记得自己是否真的叫过斯泰西妈妈。很多朋友都说斯泰西像个模特，吉姆也鼓励妻子可以试试。不久后，斯泰西决定进入模特业，而吉姆则成为他的经纪人。他的模特事业是从参加选美比赛开始的，他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赢得了32场选美比赛的胜利，他获得了许多奖杯。随着不断的获胜，斯泰西也获得了更多的自信。1990年6月，他赢得了俄亥俄小姐选美冠军，同时也成为该选举历史上最年轻的获胜者。斯泰西可谓出道即巅峰。漂亮的冠军皇冠是丹尼尔最喜欢的东西，这和别的小朋友玩的塑料玩具完全不一样。吉姆对妻子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他相信斯泰西潜力无限。吉姆也竭尽所能为妻子寻找更大的舞台，因此他想到了花花公子。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为什么他想让他的妻子被所有人看到？但反过来想，也只有他最信任的丈夫作为他的经纪人才最可靠。同样，对于吉姆来说，只有足够信任他的妻子，他才会为妻子的事业做出这样的决定。1990年10月，他们在芝加哥参加了一个活动。当他们开车经过花花公子总部时，吉姆停下车说：“既然已经来到这里，要不进去看看？”斯泰西说：“当然。”90年代的花花公子杂志是全球知名的杂志，也是奢侈和高级的代名词。虽然确实有一些成人内容，但主要内容是正面的。当然，如果封面女郎是选美冠军，杂志本身也是很乐意的，这将使杂志更具合法性。吉姆为妻子拍摄了几张比以往更大胆的照片，来参加封面女郎的评选。1个月后，他们接到了入围的通知。这么快的速度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在接到通知后，斯泰西飞往洛杉矶，并在花花公子公馆住了1个多月。他在那里拍摄了许多照片。当时科琳娜和斯泰西住在同一个房间。
之前提到过，科琳娜是92年的年度玩伴，自然也是万里挑一的美女。但她在第一次看到斯泰西时，就认为只要斯泰西参与竞争，一定能成为91年的年度玩伴。1990年12月，斯泰西在花花公子的支持下参加了美国小姐选美大赛，并最终赢得了胜利。然而在科琳娜看来，斯泰西和大多数兔女郎不同，她很内向，而且不喜欢与人接触，甚至不敢进公馆的温泉山洞，那里可不是随便都能进去的，里面有设计巧妙的水道和各色灯光的休息场地，以及无数的俊男美女。即使斯泰西与这个世界有些格格不入，但他依然顺利地成为1991年1月的月度玩伴。通常来说，封面都是留给已经出名的人的，斯泰西算是一个特例，而且参选的第1个月就直接登上封面的，除了帕梅拉·安德森以外，就只有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阶梯。很多花花公子模特后来都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斯泰西也因为登上杂志封面而成了家乡的名人，每个人都想见他，这对斯泰西来说简直是一场飓风。但随着斯泰西越来越有名，也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声音，因为总有人见不得别人好。他们说斯泰西比吉姆小15岁，而且两人看起来不太般配，以及一些其他质疑的声音。但这些流言蜚语没有影响夫妻两人的感情，他们都很善良，吉姆只想成全妻子，而斯泰西也只信任丈夫，仅此而已。他们不会相信有怪物的存在。成名后的斯泰西还是和以前一样谦虚，他并没有一味追求财富而参加商业演出，相反，他想开始他的音乐生涯。吉姆也极力支持妻子的选择，他们在纳什维尔举办了几场小型音乐会，也开始在音乐圈渐渐地站稳了脚跟。而花花公子也通过当地的人脉支持斯泰西。斯泰西从第一次参加选美到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歌星，一共只用了1年半不到的时间。但在家里，他还是以前那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丝毫没有变化。这看似平凡的没有变化，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他在很多兔女郎的眼里，除了外表出众，更重要的是他极具才华。人们都以为他会在91年获得年度玩伴的称号，然后进军娱乐圈。她的丈夫吉姆也为妻子的成就感到自豪，并准备好继续为她遮风挡雨。他不仅为斯泰西规划好事业，还自学化妆和美发，同时他还是斯泰西的私人摄影师。每次斯泰西外出时，吉姆都会事无巨细地安排好一切，他是斯泰西最坚强的后盾。90年代的互联网还不发达，花花公子杂志评选时，想知道读者喜欢谁时，会在杂志上留下电话号码，通常电话号码的开头为1900，读者可以通过电话来投票，同时读者还可以使用电话给自己喜欢的模特留言，模特们还会在约定的时间里亲自接听一部分电话，这有点像现在直播的一种雏形。当然，这是需要付费的。这种形式非常吸引狂热的粉丝。当时斯泰西非常想成为年度玩伴，他确信花花公子是他事业发展的助推剂，所以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条热线。当然，为了模特们的安全，电话线路是由接线员筛选过的，模特可以自己选择接听谁的电话。来电者都是杂志的读者或是某个模特的粉丝，并且绝大多数为男性。他们大多只是想听听自己喜爱的模特的声音，有时也会问一些自己关心的简单的问题。绝大部分来电者都是善意的，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可是这些模特并没有接受过接听粉丝电话的培训，虽然接线员会在对方爆粗口时切断电话线，但很多时候并不能听出什么，因为模特们可能会在电话中不经意地透露出自己在哪里，或者提及某段时间会出现在哪里，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确定电话那头的粉丝是出于何种目的。另一方面，接电话的模特每分钟可以获得3美元的酬劳，1个小时就是180美元，这可不是个小数字。而他们要做的只是聊天而已，
所以很多模特都愿意这么做。对于斯泰西而言，这是一种贴补家用的好办法，因为他成名以来一直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没有赚多少钱，财务状况不太稳定。斯泰西不但人长得好看，说话也轻声细语，很有亲和力，她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模特。此外，她还在《花花公子》杂志的册页上手写了关于她的一切，其中包括她喜欢的颜色、食物、运动等等，甚至还写了她心中完美的约会对象。对于粉丝来说，这更加生动，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耀眼的明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页面下方还有她10几岁的照片，她就像一个邻家女孩，或者说她就是一个邻家女孩。虽然这确实是一个吸引读者的方式，但让一个明星如此平易近人，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主意。这让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们的偶像，进而会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1991年3月，一个粉丝开始给斯泰西打电话，他的名字叫詹姆斯·林德伯格。林德伯格很喜欢和模特们聊天，他会定期拨打热线电话，并且通话时间很长。林德伯格当时32岁，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是一名卡车司机。他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很多模特都和他交谈过，他总是谈一些伤感的事，和他交谈是一件悲伤而糟糕的事情。一次，林德伯格选择和斯泰西通话，他似乎找到了他想要的。他和斯泰西的通话记录创造了历史，在短短时间里，他就花费了$15,000，这对于他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支出。而且在他痴迷于和斯泰西通话的时候，他还暂停了工作，无疑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当时并没有人察觉，因为接线员并不会询问打电话者的收入情况，何况林德伯格在电话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甚至对于追求利润的花花公子来说，他算是一个优质客户。此时的斯泰西不会知道危险正在向他靠近。斯泰西非常忙碌，他总是飞来飞去，他为花花公子做公关，参加各种活动，还要经营自己的音乐事业。同时他还是一位称职的母亲，但只要一有空，斯泰西还是会坐上几个小时来接听粉丝们的电话。在那段时间，林德伯格越来越频繁地拨打电话，花花公子甚至因为他而设定了一个通话时长的限制。但目标成为年度玩伴的斯泰西不希望任何粉丝感到失望，并表达了对限制时长这一做法的质疑，这让林德伯格会错了意。他认为斯泰西是为了他才这么做的。当他为此感谢斯泰西时，斯泰西委婉地解释了误会，这让林德伯格大发雷霆，他重重地挂断了电话。大约半个月后，林德伯格再次和斯泰西通话，并诚恳地道了歉，还送给了斯泰西70个粉色的气球，这是斯泰西最喜欢的颜色。在电话中，他们几乎无话不谈。斯泰西将自己的婚姻状况告诉了他，还提到自己有3个可爱的孩子，以及爱她的丈夫吉姆。为了解除通话时长的限制，斯泰西还给林德伯格他的私人电话，这让林德伯格感到斯泰西对他不一般。1991年9月，有了斯泰西电话后的林德伯格打电话的次数更多了。他还知道斯泰西和吉姆9月份要去花花公子公馆，他要求和斯泰西见上一面。斯泰西渐渐发现自己的友善似乎成为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当然不愿意答应。所有知道此事的朋友也极力反对他和粉丝见面，但不懂得拒绝的他还是答应了。林德伯格欣喜若狂，他早早地来到洛杉矶，等待斯泰西的到来。但由于行程匆忙，他们最终没有见上面，这对林德伯格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林德伯格给斯泰西留言，表达了他的爱意，这显然超出了粉丝和模特的界限。直到此时，斯泰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也回复了留言，希望彼此好好休息一下。他还是表达得太婉转了，这可能是因为善良的他总是看到人们好的一面，并且相信其他人和他一样善良。他试图不要伤害任何人，
吉姆当然不会让这个人见到斯泰西，并且在此事发生后更加谨慎地对待斯泰西的粉丝。斯泰西的留言让林德伯格感到愤怒，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那就是准备出发去找斯泰西。在1991年，跟踪还没有被看作是一种犯罪，即使林德伯格找到斯泰西也不算什么错。而且斯泰西是个公众人物，每天都要面对很多陌生人，他并不知道谁是林德伯格，也无法做到时刻高度警惕。相反，林德伯格只要看到斯泰西，则一定能认出他，这非常可怕。10月20号，林德伯格从加州萨克拉门托出发，他去了辛辛那提，并在那里租了一辆车，然后开往贝尔方丹。到达后，他在当地一家汽车旅馆住了下来。贝尔方丹是个人口仅为13000人的小镇，要找到斯泰西并不困难，因为他在这里几乎是家喻户晓。10月29日，林德伯格已经在旅馆里住了好几天，并且已经找到了斯泰西的店。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目的，可能连他自己都不太确定。他去了一家礼品店，并买了一套精致的礼物，准备去找斯泰西。但他在店门口遇到了吉姆。吉姆带斯泰西接受了礼物。林德伯格说想和斯泰西合影，遭到了吉姆的拒绝。这不是林德伯格想要的。在他看来，吉姆对他不够热情。他和吉姆争执了几句后，缓缓地离开了。吉姆回到店里，并告诉店员，要是刚才的先生再回来，记得要报警。他看起来有些激动。当吉姆离开店准备去开车时，林德伯格走近他，并掏出手枪对准吉姆的后脑连开3枪。此时正是中午时分，有超过20个目击者目睹了这一切。吉姆几乎是立刻死亡的。林德伯格在实施犯罪后朝着一旁的小路离开，他的车就停在附近的停车场。有目击者看到他上车后就向自己扣动了扳机。短短几分钟内，2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丹尼尔回忆道，案发当天中午，有2名警员来通知斯泰西，告诉他吉姆被杀害了。当时丹尼尔只有5岁，但至今记忆犹新。这实在是太突然了，没有什么能让人为此做好准备。吉姆的遇害令全家人感到震惊。 When somebody's gunned down in cold blood, someone that you love, that's beyond being able to describe the amount of pain that you go through. 警方在搜索林德伯格的房子时，才知道他对斯泰西是多么痴迷。他把斯泰西的照片贴在墙上，就像很多犯罪影片那样。他还在日历上记录斯泰西的行程，整个屋子都是斯泰西。他还用录音机录下了和斯泰西的所有对话，总共有31盘录音带。吉姆是斯泰西一生的挚爱，同时也是助他事业腾飞的坚强支持者。他的离开令斯泰西悲痛欲绝，当时斯泰西只有23岁，很难想象他要在处理自己创伤的同时，还要负担起抚养3个孩子的重任。在吉姆遇害后，斯泰西向公众爆出了一个大新闻。1992年1月，他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并声称他于1991年10月在花花公子公馆被3名保镖侵犯。他以这些指控向花花公子提起了7000万美元的诉讼。花花公子杂志还为此召开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3名保镖坚称斯泰西是自愿的。尽管如此，该杂志还是以工作期间进行性活动为由解雇了他们。这一次，斯泰西没有妥协，他炮轰花花公子，认为他们将利用女性打发时间做成一桩大生意。但是他的指控没有任何能站得住脚的证据，而且对善于危机公关的花花公子来说，处理这样的事情稀松平常。他们在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后，切断了一切与斯泰西的往来。斯泰西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所有认识斯泰西的圈内人士也不再与他有任何交集。现在人们只关注他的可怕遭遇，而不再记得他是一个著名的模特。他过往与花花公子的一切也随之烟消云散。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光环，失去了所有，而她的伤痛却永远不会消失。她的余生都在寻找吉姆的爱。2019年4月，斯泰西在短暂的疾病中去世，当时51岁。